孙悟空斗战胜佛的传说及由来。上，孙悟空，这位《西游记》中的主角，拥有许多响亮的称号，每个称号都代表住他不同阶段的身份和地位。以下我们来一一探讨这些称号的含义。早期称号：美猴王，花果山众猴所尊称，代表他在花果山的地位。齐天大圣，自封的称号，展现了他的豪迈与自信，也引发了大闹天宫的事件。弼马温，天庭封的官职，讽刺意味浓厚，暗示孙悟空的地位并不高。取经途中，孙行者，唐僧赐名，强调他是唐僧的徒弟，有行者的身份。大师兄，猪八戒和沙僧对他的尊称，表示他是老大，负责保护唐僧。最终封号：斗战胜佛，如来佛祖封赐，代表他战胜了内心魔，修成正果，成为佛门弟子。其他称号：孙悟空，最为常用的称呼，简单直接。猴行者，较为文雅的称呼，强调他的行者身份。混元一气上方太乙金仙美猴王齐天大圣斗战胜佛孙悟空，最为全面的称号，包含了他所有的经历和成就。孙悟空的形象并非凭空而来，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国古代的神话、宗教和民间传说之中。他的故事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猴神崇拜，并且与道教和佛教的信仰有着密切的联系。此外，孙悟空的形象也可能受到外来文化，特别是印度神话中的猴神哈努曼的影响。通过探讨孙悟空的起源，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他在中国文化中的角色，以及他的神话故事如何演变成今天的形象。在中国古代的民间传说中，猴子被赋予了智慧、灵活和狡黠的特质，这些特质使得猴子成为了许多传说和故事中的主角，特别是在一些南方地区，猴子甚至被视为神灵来崇拜。在这些传说中，猴王通常是一个拥有超凡力量和智慧的领袖，他带领着他的猴子臣民，与人类或者其他动物王国进行对抗。这些猴王的故事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版本。有些故事中，猴王是正义的象征，为了保护他的领地和臣民而战斗；而在另一些故事中，猴王则是具有破坏力和叛逆精神的象征，挑战着既有的秩序和权威。这些故事中的猴王形象与后来的孙悟空有着显著的相似之处，特别是在智慧、力量以及挑战权威的精神方面。孙悟空的形象也深受道教和佛教信仰的影响。道教中有一位被称为弼马温的神祇，他负责管理天宫中的马匹，这一职位后来在《西游记》中成为了孙悟空的一个重要情节。此外，道教中还有许多其他的猴神或动物神，这些神祇通常象征住自然界的力量和灵性，并且与人类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。在佛教中，猴子同样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。在一些佛教经典中，猴子被视为无常、变化和混乱的象征，代表住凡人的妄念和不安定的心灵。然而，通过修行和智慧，这些负面的特质可以被转化为正面的力量。孙悟空的修行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佛教观念，他最终通过修行和自我反省，从一个叛逆的石猴转变为护送唐僧西行的护法神。孙悟空的形象可能还受到印度神话中哈努曼的影响。哈努曼是罗摩衍那中一位重要的猴神，他以勇敢、忠诚和强大的力量而著称。哈努曼也是一位拥有神奇力量的猴子，
他能够飞越高山，改变自己的形态，并且在众神之中享有崇高的地位。哈奴曼和孙悟空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，他们都是勇敢的战士，拥有变化多端的能力，并且都在某种程度上挑战了神界的秩序。这种相似性可能是由于中印文化交流的影响，特别是在唐代，随着佛教的传入，中国和印度之间的文化交流更加频繁。因此，有学者认为孙悟空的形象可能部分来源于哈奴曼，但又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进行了本土化和再创造。孙悟空这个名字本身也充满了象征意义。孙字在中文中与猴字同音，这使得孙成为了猴子的象征，而悟空则是他在菩提祖师门下修行时所得到的法号，意味着觉悟空性。这与佛教中的空性观念密切相关。这个名字揭示了孙悟空的终极目标，即通过修行达到觉悟，摆脱世俗的束缚。孙悟空的形象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演变。在《西游记》中，他是一个身穿金甲，手持如意金箍棒的猴王，而在后来的戏剧、电影和电视剧中，他的形象又有所不同。这些变化反映了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孙悟空的理解和诠释，也展示了他这一形象在中国文化中的丰富性和多样性。孙悟空，这位中国古代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神话人物之一，其形象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，并且跨越了时代和地域，成为了全球范围内的文化象征。孙悟空的形象不仅仅是一个神话角色，更是一个文化符号，代表着勇气、智慧、反叛精神以及对自由的追求。在中国，无论是年长者还是年轻人，几乎无人不知孙悟空的名字。他的故事自明代《西游记》问世以来，便一直流传至今，并且在影视、文学、戏剧等各个领域中被不断重现和演绎。然而，孙悟空的形象并非仅限于《西游记》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简单。事实上，孙悟空的传说和形象融合了道教、佛教以及民间信仰的多重元素，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。从他那石猴的神秘诞生，到他大闹天宫的惊天壮举，再到他最终皈依佛门，护送唐僧西行取经，孙悟空的故事充满了神秘色彩和深刻的哲理。在全球范围内，孙悟空的形象也逐渐成为了中国文化的象征之一。无论是在东亚地区还是西方世界，孙悟空都因其独特的个性和传奇经历而深受喜爱。特别是在现代，孙悟空的故事被改编成各种形式的艺术作品，并且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被重新诠释和演绎。《西游记》是中国古代4大名著之一，作者吴承恩以传说和历史为基础，创造了孙悟空这个深入人心的形象。在这部作品中，孙悟空的故事充满了神秘色彩和深刻的哲理。他的诞生、学艺、大闹天宫，乃至随后的西行取经，这些情节不仅构成了《西游记》的主要故事线索，也塑造了孙悟空这一不朽的形象。孙悟空的诞生本身就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。在《西游记》的开篇，作者描述了一座仙山——花果山，这里灵气充盈，景色秀丽，山顶有一块仙石，这块石头受天地灵气的滋养，最终裂开，从中诞生出一只石猴，这只石猴就是孙悟空。这一情节蕴含着深刻的象征意义。石猴的诞生象征着天地间的灵性结晶，孙悟空作为这种灵气的化身，
天生就具有非凡的能力和灵性。此外，石头的坚硬与孙悟空后来的刚强性格也形成了呼应。这一诞生故事为孙悟空后来的传奇经历奠定了基础，也强调了他与生俱来的超凡力量。在离开花果山后，孙悟空四处寻找长生不老的秘诀，最终来到了一位名叫菩提祖师的仙人的门下。菩提祖师是一位拥有高深道法的隐士，他看中了孙悟空的灵性，收他为徒。在师父的教导下，孙悟空学会了72变和筋斗云等神通广大的法术。72变赋予了孙悟空变化多端的能力，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变成各种动物、物品，甚至是其他人物。这使得他在后来的冒险中得以脱险并取得成功。筋斗云则让孙悟空能够一跳108000里，这象征住他无拘无束的自由精神和超越凡俗的能力。菩提祖师的教导不仅赋予了孙悟空强大的法力，也对他的人生观和处世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。在菩提祖师的门下，孙悟空开始认识到修行的重要性，这为他后来的西行取经之路打下了基础。孙悟空学成后，返回花果山，自封为美猴王，但他的野心并不止于此。随着法力的增长，他的野心越来越大，最终他挑战了天庭的权威，自称齐天大圣。这一称号意味着他与天同齐，挑战了既有的神灵秩序。孙悟空的大闹天宫成为了《西游记》中最为经典的情节之一。这一事件的核心是孙悟空对权威的反抗，他不满于被天庭赐予低阶职位，如弼马温，于是掀起了对天庭秩序的叛乱。他击败了众多天兵天将，甚至抢夺了太上老君的金丹，给天庭造成了巨大的威胁。然而，最终孙悟空被如来佛祖以五指山压制。这一事件象征住孙悟空在力量与自由的追求中达到顶点，但也意味着他终须面对更高层次的神灵和规则的约束。大闹天宫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，它展示了孙悟空的反叛精神和强大力量，但同时也提醒他要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和修行的重要性。在大闹天宫后，孙悟空被如来佛祖压在五指山下，经历了500年的禁锢。在这段时间里，孙悟空无法动弹，经历了极大的苦难与孤独。这一惩罚不仅是对他过度自负的惩戒，也是一种深刻的反思过程。500年后，观音菩萨指引唐僧前往西天取经，并告知他可以解救孙悟空。唐僧将孙悟空从五指山下解救出来，并要求他陪同西行，护送取经。这一段历程标志着孙悟空从一个桀骜不驯的反叛者，逐渐转变为一个遵从佛教教义的修行者。在五指山下的忏悔与随后的救赎，展示了孙悟空心灵的转变。他开始理解自我约束的重要性，并且接受了自己的使命。这一转变最终让他完成了自己的修行，成为了佛教中一位重要的护法神。这一过程也象征住个体在经历苦难后的反思与成长，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修行和道德自律的重视。孙悟空不仅仅是一个虚构的文学角色，他在中国宗教信仰中也占有重要地位，作为道教和佛教信仰中的一个特殊存在。孙悟空的形象融合了多种宗教元素，并且在民间信仰中成为了一个庇护神和正义的象征。在这一部分，我们将探讨孙悟空在道教和佛教中的地位，以及他在中国民间信仰中的作用。道教作为中国本土宗教，其神灵体系中包含了丰富的动物神、自然神和历史人物。
这些神灵象征住自然力量、社会秩序以及个体修行的目标。孙悟空作为一个强大的灵猴，他的形象在道教中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。在道教的神灵谱系中，孙悟空被视为一个能够超越凡俗、掌握自然力量的存在。他的72变和筋斗云等神通，符合道教追求长生不老、控制自然力量的修行理念。尽管《西游记》中孙悟空的主要修行背景更偏向佛教，但道教对他形象的影响不可忽视。例如，齐天大圣这一称号就带有强烈的道教色彩，象征住一种与天地齐名的力量和地位。此外，道教中还有一个与孙悟空密切相关的形象——灵官马元帅，他是一位掌管天庭马厩的神祇。这一角色与孙悟空在《西游记》中出入天庭时被封为弼马温的情节形成了对应。这种对应进一步加深了孙悟空与道教之间的联系，并且在后来的民间信仰中，他被视为能够驱邪避凶的灵神。